好，现在呢，我来演示这个分区。我们呢会先把头顶这个动感区用一个 U 型分区来分出来，那在发际线这个退化点这个地方，分到大概黄金点这个地方，从黄金点呢再分到另外一边的卷角。 然后从这边呢分到前面的退化点，好，后部呢用中心线把两侧分开，好，然后从颈骨分到耳上点，水平分区，好，另外一边同样的水平分区分到耳上点。 好，第一部分呢，我们从颈骨以下开始取垂直的分区，在中心点。OK， 刚才讲过了，堆积重量的角度提升从1度到89度，这个空间我们称之为堆积重量。那如果呢，你想要减比较厚重的堆积重量，我建议呢取水平分区，因为水平分区可以帮助你呢拉得更低的层次。 层次降得越低，减出来堆积就越厚重。然后，如果你想要比较均等或是比较轻堆积的，我建议呢取垂直分区45度或是以上提拉去剪切，那这样子呢可以控制不同的重量的堆积。那剪切切口呢也是很讲究的啊。那剪切切口呢，堆积重量永远都是下短上长，那这个重量呢逐渐呢堆积在长的地方。 所以呢，你要设定这个长度，看看你的想要的层次的落点都哪里。好，这个切口呢，可以看到是斜往短的长度45度切口。好，先定好长度，看看这个层次的落点，还有看看 这个外线的长度差不多。那第二片呢，稍微移动斜分区。那第二片呢，带到第一片，2靠1，轻微呢，稍微把头模移动一下，用刚才第一片的长度呢做我的引导线。 也要注意啦，每一片呢，你要剪的时候呢，必须要从发根梳一下，因为也是有高点、中点、低点，因为每一片的发片呢，角度呢，每个点的角度都不一样的，比较高的位置45度的点，提升角度在这里。那因为头型是凹进去的，当你剪到中间这个部分的时候呢，你的角度呢，会稍微降低一点点。 越到底下呢，再降低，这样子才有一个均等的45度提升的角度堆积。那下一片呢，轻微再斜一点。好，第3片带到第2片，对准引导线去剪呢，1、2、3停。然后我的切口呢，也是轻微带点幅度的，那这样子呢。 它的垂直面才会有一个比较圆润、饱满的堆积的效果。那外线这个地方呢，很多时候很容易剪短，所以呢，避免这个外线剪短，因为你保留比较多的长度，最好可以帮助你的可以收更漂亮的外线。这里呢，必须要往后靠。外线你想延长了，手指稍微延长。 那你想要保持这个外线稍微长点呢，手指远离头部一点点，那这样子呢可以保持这个外线稍微长一点。好，接下来
下一片呢有一点点放射的分区，那这里呢往后靠，然后再降低一点点。那我想要呢保持这个外线稍微长一点，那这里呢带到下一片。好，最后一片剪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取了水平分区交叉检查。那这个切口呢，可以看到是从短慢慢去延长耳后的长度。那后短前长呢，我们称之为三角纹理呢是往前推动的。那另一边呢，取了垂直偏斜分区。然后的站位也要注意了，刚才剪左边我是站在左边卷角的位置，那现在呢剪右边我要站在相反的方向，站在右边的位置，把刚才中间的第一片拉出来做引导线，把新的一片呢带到第一片。那这边的手要注意，那必须要抬高你的胳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很容易有惰性，你会垂下来，角度就跟另外一边不一样，会低于45度，出来效果就会偏重、偏长、不对称。所以呢，避免这边不对称，我们必须要把手抬高，手指跟分区平行，对准引导线去剪。那这边呢是从下往上去剪的，那都底下发际线的地方呢，也是轻微稍微降低一点点。那剪完第一片呢，可以马上去检查一下两边的对称，来看看有没有长出来不对称的。如果没有了，继续下一片。那下一片呢，移动，再稍微斜一点点。第三片带到第二片，轻微呢移动你的身体或是呢这个头膜。3靠2。那对准引导线去剪了，那可以看到切口呢也是轻微带点幅度的啊。那剪到这里呢很容易延长的，因为呢你很容易往中间带，那必须就是带到前一片就好了。那这里呢切口呢轻微收进去，那这样外线就不会延长太多。那可以看到是慢慢去延长。往前斜往前的推动纹理。好，分区呢再稍微呢偏斜的、偏水平的，那这样子更容易去保持耳后的长度。好，先从上面开始，然后呢再剪下面这个部分，这里呢稍微降低。好，一边剪一边去观察一下下面的长度是不是我想要保留的这个长度。那最后一片放下来，还是呢一片靠一片，大概还是45度左右的角度提升。那这里呢会稍微低于45度，因为呢发际线慢慢偏高的地方，这样子呢低一点，那我可以保持更多的重量还有长度在耳后这个位置。好，这个区呢结束了。那我是取垂直分区去剪这个堆积。那从旁边看上去呢，可以看到，那轻微可以收紧这个颈部这个地方，保持有一定的重量。那每一片往前一片靠，2靠1，3靠2，4靠3，慢慢去延长耳后我想要保持的这个长度。这个纹理呢是后短前长往前推动的三角形堆积重量的技术跟形状。
好，现在到颈骨以上这个区域，还是取垂直分区在中间这个位置。那在上一集呢，我是用0层次组合这个三角堆积，这个部分是取水平分区，所以建立出来重量是偏厚重的。那今天呢，这个三角堆积我想要偏轻盈，那所以我取垂直分区，剪出来呢是有所区别的。那角度提升还是大概从头皮带出来45度左右的角度提升。那用刚才下面的长度呢，继续延伸这个斜切口，大概45度的斜切口。那剪切切口呢，也是轻微呢偏稍微带幅度的。那剪完第一片呢，看看层次的落点是不是我想要的？我想要的层次落点呢，在颈骨这个位置堆积个重量。那所以堆积重量呢，刚才也讲过了，长度永远都是下短上长，那逐渐的堆积这个重量来弥补了偏扁平的这个头型在颈骨这个位置。那下一片垂直轻微斜分区。那三角形的意思就是2靠1 3靠2。那我不会往后带太多，因为呢两边的长度我不想要延长了，所以带到两片的中间。第二片把第一片的头发拉过来做引导线，2靠1。那不要贪心，一刀剪得太多也是了。剪完一点点，再梳一下头发，1、2、3，然后呢，再梳一下头发，连接上面这个堆积层次。好，继续呢移动这个头模，或是呢，如果在剪真人或是你的客人呢，移动你的身体。如果你不移动呢，你会把发片往后带的幅度太大了，前面的长度就会越来越长。那如果你不想前面太长了，你就必须要移动你的身体，少一点的拉发片的幅度小一点，那长度就不会延长太多。所以，当你想要设计不同的长度，你用拉发片的方向来去控制前面的长度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切口呢，继续还是偏有点幅度的，不是一个直线。那很多时候，往往呢，你剪完这个堆积重量呢，好像剪完之后，这里呢没有一个幅度，有可能你剪的时候呢太平了，或是呢收的太多了，这边呢就会体现一个脱节的这个重量线，所以呢避免呢有这个问题出现。那我刚才都说了，不要贪心，剪太多，剪一点点，再梳一下头发，再稍微降低一点点，因为这个头型是圆的，这个高点，譬如45度的位置会偏高，那到颈骨以上这个凸出来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点呢会稍微低一点点，再稍微低一点点去连接，那这样子这个堆积剪出来了，就会有一个把满往里收进去的这个感觉。好，下一片继续跟随这个头型走一小步。好，现在到第4片了，带到第3片基型的位置，2片的中间。那这里呢也是继续收进去。那因为下面长度我已经保留了，这里呢没关系的，这边会稍微会短一些，因为刚才我说了，两边的长度我不想要太长，所以这里呢这个层次落点呢会偏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发际线的问题。因为呢这个波波头，这个三角堆积不是上一集的0层次的波波头，上一次的0层次的波波头我不希望有缺口，因为呢
整个发型是比偏厚重的。那这个发型呢，我想要两边的长度都脸颊骨、下巴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层次呢会慢慢落点呢会偏高。分区继续轻微斜往前的分区，继续移动我的身体或是转动这个头膜。那每一片呢都保持跟第一片的角度一样的，大概45度左右。好，到这里了。刚才我说过了，我不想要很长的长度，所以到这里了，我的切口呢必须要收进去。我收的越短，这个外线就会落点呢越短的。那先看一下，那大概是我想要的长度了。刚才我说我想要这个两侧的长度落点到脸颊骨这个地方。那耳朵前面呢，如果你想要延长比较斜的，那你可以每一片带到耳后。那如果呢你还不想要太长的，还是一片靠一片。那现在呢，我觉得这个长度还是不需要全部往后靠，带到前一片就可以了。继续移动这个假头膜了。那角度提升呢，还是大概是45度角度。那剪一点点呢，再梳下头发，再轻微降低。那可以看到我的手指呢，没有很直的，轻微扭曲一下，这里再稍微降低，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定好我想要的这个长度。好，接下来两片呢，因为发际线这个偏高的地方，那我会呢每一片带到耳朵前面。那现在这里呢，我就固定我的站位，或是我不需要移动这个头膜了。每一片呢往这个点带过来，从高点剪完之后轻微降低。那切口呢还是收进去的，还是下短上长。那这里呢再低一点点。那这样子呢低一点点去剪切这个切口呢，就不会容易把这个角去掉了。好，接下来这一片最后一片还是带到刚才这个点。然后呢，再降低这里。好，看一下最后的这个效果。好，这里呢就是我想要的斜的切口，后短前长，大概在脸颊骨到下巴这个长度。好，这里呢，水平分区。检查一下这个切口，那都是一个后短前长逐渐延长的一个斜切口，那我们称之为三角形。那角度控制在45度角度，切口呢大概一个45度斜切口，下短上长的三角形堆积。好，这边结束之后，另外一边我用同样的角度提升切口拉发边的方向去剪另外一边。好，现在到另外一边，我会取了垂直，轻微带一点点斜分区。那要保持两边的对称呢，你要注意你的身体站位。那如果你的身体站位还是站在左边呢，就不对了，因为你会把这边的发片往中间或是左边这边带过来，幅度很大，那就会延长这里。所以必须要站位，站在另外一侧。卷角位置，用刚才呢第一片的长度呢做我的引导线。那这边跟下面一样的，要注意你的手。那你的手必须要抬高，你的胳膊
那如果你的客人坐姿偏高的，可以降低你的客人，保持你的手抬高了，你会觉得很累才正常的。如果你觉得很舒服了，那你的胳膊肯定是降低，那可以看到角度就低于45度，那出来了就会偏厚重，两边就出现不对称了。好，斜切口一样的还是下短上长，那也是连接下面这个地方呢。那切口呢，还是有点偏弧形的切口啊，一点点幅度的切口。那剪完第一片呢，马上去检查一下两边的对称。好，没问题。如果你发现这边开始延长了，那注意一下你的站位，或是你的手位，或是你拉发片的方向是不是不对？那这样子多去注意一下一些细节了，你更容易去掌握两边的对称。因为剪堆积重量呢，最容易就是出现这个层次落点不一样。那通常呢都是右边这边容易延长的，所以我会建议呢，先剪左边比较顺手的，因为左边呢，我的手指是往上，胳膊是垂下来的，先把比较好容易控制的这边先剪好，然后再用这边来做一个标准。好，下一片也是了，带到两片的中间。好，对准引导线去剪一个弧形切口，那也是一样呢，每一片呢都要逐渐稍微降低一点点，那这样子呢才会有一个更流畅的圆润的堆积效果。每一片呢我都会稍微量一下，没问题，继续下一片。好，也是了，继续呢移动一下我这个头模。剪之前呢也是要注意一下我的手、我的胳膊提高的，这个是重点。好，梳头发呢从发根梳到发尾、发梢。好，看准引导线，可以看到切口带点幅度的，都这个垂直分区的中间轻微降低一点点。不要贪心一刀剪得太多，那到这里了，还是在轻微降低。继续移动这个假头模。那通常呢都是用密起了这边呢去梳头发，这样子呢才会有比较均等的拉力。那这个堆积重量呢剪完之后就不会有长有短。不规则的这个长度。好，这里刚才说过了，必须要了稍微降低了。定好了我想要的长度，这里必须要收进去。大概刚才说过了，在脸颊骨这个长度。好，继续呢，我会去检查一下两边的长度落点。好，差不多。好，下一片呢，继续平行分区。好，如果呢你的客人发量偏少的，那你想要厚重一点的，你可以从这个耳后这个地方呢放射分区，慢慢的偏水平，你可以降低你的角度更低，保持更厚重。那之前讲过了，45度以下堆积出来重量会偏厚重，那适合发量比较少的客人。那如果客人发量比较少的，那你可以了放射。那你要轻盈一点的，那还是偏垂直的。所以堆积重量呢，没有一个说一定要取垂直分区去剪的。水平分区呢，帮助你建立重量，可以剪出来更厚重。所以你看到上一季的0层次都是取水平分区去剪的，因为0层次是最厚重的。那当我们剪堆积重量的时候，
角度就有所改变了，从1度到89度，这个空间都可以减堆积重量的技术。所以呢，当你想要设计的比较厚重的，那你可以取水平分区去减低角度的堆积。那你想要减比较轻盈的轻堆积呢，那你可以取垂直分区，高于45度，角度越高出来就越轻。那一样的，最后2片到3片，我拉的幅度呢会稍微偏大一点，拉的同一点，就耳朵顶部这个地方。为了保持了前面的长度，尤其是这个角，因为这个发际线呢越来越高的这个地方，如果呢我还是一片靠一片呢是可以的，层次落点呢会偏高点，但是我想要设计呢稍微这边偏稍微厚重一些，还有呢这个角呢明显一点，所以从这里呢每一片往耳朵顶部这个位置带发片，角度呢也会偏稍微低于45度。好，最后一片降低角度，然后呢切口呢还是后短前长，那这样子呢我就可以保持前面的这个三角形这个角了。好，左右2侧剪完之后，回到后面，我会取水平分区去交叉检查一下，看一下后部呢两边的对称，我是来把中间这个角呢稍微磨掉一点点，把它磨圆一点点。好，看一下了，两边的这个重量堆积的垂落点差不多。好，现在来到顶部这个动感区，那我会在中间取垂直的分区。那这里呢，我想要更多的动感，所以呢，我会组合去取重量。那我会用呢刚才颈骨以上这个堆积重量的长度做我的引导线。那这里呢也要注意，因为如果呢你的提的太高去剪呢，剪完之后呢层次就会很高的。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卷角黄金点这个地方，那我必须要呢把头发发片往后带。那切口呢是一个反曲线，什么叫反曲线呢？头是圆的，我的切口呢跟头型相反的切口，就是内短外长，所以还是一个三角形的形状。因为本身呢这个头模比较长，所以剪完之后呢两侧或是刘海呢会偏长的，那到最后呢我会告诉大家怎么跟两侧去连接，那慢慢呢再提高我的角度。继续呢延长前面的长度，那这样子呢顶部的层次就不会落点太高了。如果你不往后带，那你跟随头型去剪圆形呢，圆形去的更多的重量啊，那两边落点呢就会很高的。那当层次很高了，就会显得比较碎一点的。那看你想要的最终的效果，怎么去设计这个切口。那我刚才说了，我想要前面的长度刘海长点，所以我的切口呢就是后短前长一个反曲线的切口，用这边来去做一个连接。好，接下来取垂直分区，一片靠一片就好了，2靠1。还是先把头发往后带，对准引导线去剪，剪一点点，
再梳一下头发，再提高一点点，继续了，延伸前面的长度。好，大概3片左右，把最后一片呢，往这边带过来，对准引导线去剪。反曲线呢，最好呢，你的站位呢都是站在你的客人或者这个头模的左边，从后去剪，从短到长去剪比较好控制的。刚才说过了，本身这个头模顶部是比较长的，所以呢这边是会长出来的。等一会呢，我再告诉大家，就是我们会利用呢两侧的长度呢去连接。好，另外一边同样的做法，取垂直的分区，我的站位还是站在头模的左边。那这边呢，往中间这一片带过来。好，对准引导线，一样的，会看到我把头发往后带，切口了，从黄金点这个长度就引导线，短到长去剪。那这个发型呢，我会用一个偏分。那如果客人是中分的，也可以中分，偏分呢，我觉得比较好看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会用一个3/7分线。好，把大边呢这边呢带过来，把多余的长度呢剪掉。那用刚才呢左右两侧的长度做我的引导线。那角度呢不需要拉得很低的，大概还是高于45度的。好，看到这里的引导线，这里呢是后部的堆积重量，还是切一个弧形线条。好，前面的长度呢往旁边带过来，那切口呢继续延长，后短前长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这样子，当我顶部往后带，那它层次落点呢就不会很高，然后两边呢，再往下带呢还是有点堆积的，这边就不会太碎这个外线。那再把多余的这个长度呢，再提升高点。好，这个长度呢就是我想要的，在脸颊骨延伸到大概下巴这个长度。好，另外一边同样的做法，把多余的长度呢去掉。那这边小边呢就可以直接带下来，用后部的这个堆积重量的切口去连接。那这边呢不要站得很低，不然呢这边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重量线，稍微提高，高于45度左右。那两侧呢也是轻微往后带，那这样子可以保持前面这个角了，稍微尖锐一点的。那最后这个角你可以磨掉的，按照客人的需求，如果客人不喜欢很尖锐的，那你可以呢怎么样？
把角磨掉都可以，看客人的本身的喜好或是的需求。好，整体的形状结构已经剪好了，也是呢，我会先吹风把它吹顺，用包头型的方法从后部呢往前包，这样子呢，先把毛鳞片呢吹顺，底下呢也是把它吹服帖，所以保持我的吹风机呢大概45度角，吹进去，两边去吹。好，当我吹干夹顺之后呢，我进行一下点剪来精修。那先从呢，最底部这个地方，用梳子呢来轻微的固定这个发片，从前小的点剪切口，点剪咬合。那把这个比较厚重的外芯呢，轻微去除一些重量。那两边都是一样的，从两侧的斜往，从前斜往内的切口点剪，那这样子它会有一个更柔和的这个效果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都颈骨这个地方先分出来，那这里呢是可以垂直分区提升，点剪一下这个切口。那把刚才呢这个堆积的切口呢柔和，那不需要太大的切口，那这样子呢就不会把刚才堆积出来的这个形状结构去破坏，一点点就好了。那当我剪到耳后，也是往后带。刚才怎么去控制这个发片的？当我去点剪的时候，一样的。把发片呢往后带。那刚才这里是堆积重量的角度提升，那当我去点剪的时候，一样的45度提升去点剪。那这样子呢，你会看到这条比较干净的堆积重量的切口的线条，所以这个切口呢上面稍微轻微点剪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到颈骨以上，也是从中间开始了，取垂直分区，角度呢保持也是45度，从下慢慢点剪，慢慢抬高，到顶部呢，这里呢是一个去除重量的技术，所以这边呢可以看到这个角呢是比较平一点的，再从这个角稍微点剪，从堆积重量的技术到去除重量的这里的这个角呢，点剪柔和，那放下来看一下，它就变得很自然，没有了破坏了这个重量的堆积的形状，还是比较饱满的。所以在这个堆积重量上面呢，不能打薄的太厉害，不然你就会容易破坏这个廓形。好，再提高，慢慢提高，点剪。可以看到这个堆积重量的切口呢还在的，只是在点剪过程当中柔和，没有破坏这个堆积重量的切口。那这个层次呢就不会很高很碎的这个感觉。好，你会看到呢，顶部这里这个堆积重量跟这个去除重量呢有一个角，就把这个角呢轻微柔和。这里呢，我都会用梳子来固定，保持45度。那前面呢，最好不要从这个
地方去点剪，不然你会破坏这个角的。离开这个角，从前45度斜的切口进去。那到耳后呢也是一样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干净的线条了，小的锯齿的切口点剪进去。这样子呢可以把这个重量线呢点剪更自然柔和。那顶部这里呢，我会取了水平分区，角度呢从堆积这边呢，看到这个切口慢慢提升，把顶部这个去除重量的切口呢点剪柔和。那这里会出现一个角，这个角呢也是轻微点剪。那如果比较厉害的这个角呢，可以把它磨掉，一点点。那所以当我去点剪的时候呢，也是从堆积角度慢慢提升，都去除重量90度的角度去点剪。刚刚你怎么去剪的角度提升，现在呢点剪根据刚才剪的这个角度提升去精修，那这样子呢就不会破坏刚才的这个形状。好，点剪完之后呢，我进行精修一下这个外线。好，这里的长度呢，我要先看一下。那刚才呢都说了，大概在脸颊骨这个长度去设定的。那我会用比较这边呢比较碎的地方呢，剪一个弧形线条。把这里多余的长度呢，把它剪掉。用点剪去剪呢，可以点剪出来一个偏弧形的线条。好，这里呢我会从这个角剪一个斜往后的切口，先大概定好长度，你要看一下，把这个地方呢再稍微点剪圆一点，那这个角的就显得更明显。好，剪完之后呢，我会把上面的长度放下来，看一下有没有多余的长度。再呢，把多余的长度呢连接下面弧形的长度。好，另外一边呢，同样的手法去点剪，按照刚才剪的角度提升，把干净的这个切口呢，用小的点剪切口柔和，然后慢慢提高。在这个卷角的位置，从堆积重量都去除重量的这个角呢，点点多一下，融合这个堆积跟去除重量的这个位置。那这里呢，点剪呢，我要纹理往前推动呢，切口从前斜往后，把这个干净的线条呢，小的切口点剪。好，现在切这个外线呢，我们先观察一下本身的这个线条。那比较碎的地方呢，我要剪干净呢，我要找到这个弧度这个点，然后呢，前面这个点，这两个点连接，然后要剪一个弧形线条了。那你要先从第一点开始，剪刀呢轻微往上，那这个幅度不需要太大的。那剪到这个中心点，是这两点的中心点，剪刀慢慢下来，连接了我想要这个点。大概先把这个长度定好了，然后再梳一下头发，看一下多余的长度，再去精修。我从后部呢这个点呢去连接，那是一个弧形的切口，也是呢，从第一个点，然后呢剪到两个点的中间，
剪刀了，到第3个点。剪出来了就会有一点点带弧形的线条，这个是大概的长度，要看一下有一些多余的长度了，长度里面再去进行点剪，收得更干净。看一下上面的头发垂下来之后呢，没有多余的长度，再进行呢精收，一点点，用刚才的这个长度了，跟顶部这个做一个连接，做一个很流畅的这个三角形斜往前的切口线条。好，今天这个发型呢就结束了。那我们今天着重了堆积重量的技术。那这个是一个三角形的堆积重量组合三角形的去除重量。那希望在这个堆积重量呢，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堆积重量的结构，怎么去利用不同的角度提升、切口、组合、去除重量来去演示这个发型。那在外形呢还没剪之前比较柔和的，那也是要看客人的需求。那我喜欢比较干净利落，所以我剪的比较干净的线条，显得整个发型呢更立体。那希望呢大家喜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